你知道蚊子的吸血过程有多恐怖吗？今天就带大家来解析一下蚊子吸血全过程。众所周知，蚊子喜欢在夜间出来活动。当人们把灯光关闭，上床休息以后，房间里才真正成了蚊子的天下。虽然夜间基本没有光线，但却不妨碍蚊子去寻找目标。蚊子寻找猎物是靠它敏锐的嗅觉，还有对温度细微差异的感知来寻找猎物的。而且蚊子还可以通过环境中二氧化碳浓度变化来感知猎物的具体位置。所以，如果你凑巧汗腺发达，容易出汗，导致体味过大，或者你身体的基础体温比正常人高，而且睡眠时呼吸有些急促的话，大量的蚊子就会被你吸引过来，它们围着你准备饱餐一顿，你身体上的汗味还会让蚊子食欲大增。一旦确定了目标，蚊子就会着手实施吸血计划。为了不惊动猎物，蚊子在降落时会把4条前腿分散得很开，而且会把后腿翘起来。蚊子会保持这种姿势，轻而又轻地降落人的皮肤上，以免惊扰到人体表皮下敏感的神经末梢。这样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蚊子分明已经降落到你身上，你却毫无察觉了。接着，在把口气刺入到皮肤之前，蚊子会分泌一些唾液，吐入人体的皮肤上，对人体的神经末梢进行局部麻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蚊子正式开始吸血。估计没有多少人会知道，蚊子的嘴巴结构很复杂，是由6根口针组成。这6根口针各有分工，协调一致进行吸血。科学家将蚊子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它们吸血的全过程时，发现蚊子在分泌唾液麻痹皮肤后，会先用2根锯齿般锋利的上颚，像小刀一样将人体表皮最外面的一层切开，2根下颚这时也不会闲着，它们负责辅助上颚，彻底切开表皮。等待皮肤切割完毕，蚊子会把剩余的口针插入皮肤底层，寻找到最适合吸血的毛细血管。一般来说，这个过程大约需要20多秒。在找到适合的血管以后，蚊子并不会急于吸血，而是先做好准备工作。这时，蚊子会先用最中间的口针向毛细血管内注射唾液，来防止血液凝结，以便顺利地完成吸血过程。等待唾液注射完毕，蚊子会将坚硬的下唇折叠起来，让它起到支撑作用。准备工作做完以后，最后蚊子会用头部的肌肉反复地挤压口针，像水泵抽水一样把血液吸进体内。在通常情况下，整个吸血过程会持续3分钟左右。如果你对蚊子的叮咬毫无察觉，那么等蚊子吃饱喝足飞跑以后，你就会感觉被蚊子叮咬的地方瘙痒难耐。这是因为蚊子吸血时留在你皮肤上的唾液让你产生了过敏反应，人体的免疫系统感受到了有过敏物质入侵，就会自发的向被叮咬部位释放化学物质。这种抗原反应不但会让你皮肤瘙痒，严重时还会在皮肤上产生一个脓包。而且刚开始学会吸血的蚊子，在人体内寻找血管时，吐出的唾液会更多，在人体上造成的肿包会比经常吸血的蚊子要大，这是由于刚开始吸血的蚊子经验不足导致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吸你血的蚊子都是母的吗？因为只有雌蚊才会吸血，而雄蚊子对血液并不感兴趣，它们喜欢吸食花粉还有植物的汁液，而且雄蚊子根本没有吸血的口气，即使想吸血也做不到。雄蚊和雌蚊在外观上很好区分，比如雄蚊个头偏小，触角周围长有环毛，而且环毛较长，有一点类似羽毛。而雌蚊子的触角仅是2条线，又被称作口气，而且雌蚊子飞在空中时总有嗡嗡声相伴左右。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雌蚊子不像雄蚊子一样靠花粉和植物汁液为食，而偏偏喜欢吸食血液作为食物呢？这是因为雌蚊子肩负养育下一代的重任，为了更好地孕育下一代，它需要吸食血液来补充更多的蛋白质和铁元素。当蚊子吃饱喝足以后，身体会迅速膨胀，甚至可以达到平时的几倍大，体重也会增加1倍以上。这时，雌蚊便会寻找一个积水的水洼一类的地方，花费2天时间进行产卵，然后再继续重复进行交配和吸血的过程。蚊子身上携带各种病菌，可以传播多种可怕的疾病。早在1897年8月20日，英国微生物学家罗纳德·里斯爵士就发现蚊子是传播疟疾的媒介。为纪念他的这一重要发现，后来人们把每年的8月20日定为世界蚊子日。
因蚊子叮咬而致死的人数量很大，平均每年有70多万人因蚊子传播的疾病而失去生命。而蚊子如此危险的根源就在于，首先它们的数量可谓不计其数，其次它更换宿主的速度也很频繁，结果就使得它身上所携带的病毒被到处传播。因此，对蚊子我们要高度重视，要采取预防措施，不让它到处肆虐。比如要勤洗澡来防止出汗，多开窗通风，甚至用一些特殊的气味来压制蚊子的嗅觉，比如蜡烛、草药、植物精油这类的物品。在夏天将要到来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技巧牢记在心，以有效避免被蚊虫叮咬。